蓝色的波长是声音的颜色，让我带着你走进蓝色的频率里。我是伊玛，这里是蓝色赫兹。欢迎回到蓝色赫兹，我是伊玛。当初在看到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部电影的预告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抱太多的期待，毕竟其实预告当中也看不太出来他的故事到底在演什么。但后来慢慢就看到很多人都说意外的很感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好奇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于是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也终于懂了大家那种意外的感人是怎么样。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说不上来很纯粹的感动，可能是它的故事当中的这个主题吧，所探讨的主题刚好本身也很戳中我自己，加上它的整个作画还有音乐种种加起来，你就是会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然后配合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眼泪就是不自觉流下来。会不会又讲得太夸张？但我自己就真的是深受感动。那这部电影就是《荒野机器人》，相信看过的人应该是懂那种感动是怎样啦。那《荒野机器人》说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荒野机器人》改编自彼得·布朗的同名书籍。这个故事以机器人 Ross 以及小燕 Bright Bill 的成长作为故事的主轴，讲述了关于理解、包容与跨越隔阂的重要性。那在故事的一开始，被设计为替人类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Ross， 在一场意外当中来到了一座偏僻的小岛。面对陌生的环境， Ross 被野生动物们视为威胁，所有动物都对 Ross 的出现充满敌意，认为 Ross 并不属于大自然，也对他奇怪的举动避之唯恐不及。某天 Ross 在逃避浣熊的追逐过程里，不小心跌落了悬崖，并压垮了一座鸟巢。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发现鸟巢当中有一颗没有受到伤害的蛋。 Ross 便从那一刻开始孵起了那一颗蛋。不久，这颗蛋也终于孵化，看着小生命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那是一只小燕。 Ross 并没有照顾这只小燕的意识，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只小燕一直的跟着自己，一直依附在自己身边。直到遇到了附属一家人，附属妈妈才告诉 Ross， 其实小燕是把 Ross 当成自己的妈妈了啦，所以才会这样子一直跟着他啊。在那个当下， Ross 也接到了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成为这个孩子的母亲。 Ross 也向附属妈妈请教如何照顾小燕，附属妈妈则告诉 Ross， 小燕需要喂食，并教导他游泳以及飞翔的技巧。接收到这3个任务之后， Ross 便开始了照顾小燕的工作。然而照顾一只小燕对只有人类世界相关知识的 Ross 来说根本是毫无头绪，他不知道要怎么养育小燕，于是他就喂小燕吃松果，将小燕独自放到池塘里，还差点害小燕淹死。而这一切都被狐狸 Fink 看在眼里，抱着不轨之心的 Fink 便向前来告诉 Ross 应该要怎么做。由于小燕曾经差一点一度被 Fink 吃掉，所以一开始的 Ross 是有所防备的。但是当 Fink 说他不会把小燕吃掉的时候， Ross 就很快的又相信了 Fink。 虽然 Fink 并没有真的要吃掉小燕，但他也没想到 Ross 会这么的单纯。于是 Fink 便以协助 Ross 要替小燕找食物为理由，让 Ross 去替他找食物吃。在 Fink 自己饱餐一顿之后，也告诉 Ross， 其实在这个自然当中，为了生存下去，大家都有自己的手段，而像你这样善良的对待别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非常的吃亏啊。不过有趣的是，尽管 Fink 看起来好像很现实，但其实他也不是说真的坏。在这个过程里，他还是有遵守约定，让小燕吃到东西，甚至还协助 Ross 帮小燕取了新的名字 Bright Bill。 这3个角色的相遇，也是这个故事打破偏见，创造相互理解的开始。作为机器人的 Ross 在一开始只懂得人类世界的逻辑与任务的执行，由于缺乏对自然界生存法则的理解，以及关系当中情感交流的同理，让他迟迟无法适应森林当中与其他生物交流的生活。而 Bright Bill 的出现，让 Ross 渐渐的从一个只懂得回复指令的机器人，开始主动的去感知外界，并学习做出适当的回应。
在照顾 Brightbill 的过程中，他也积极的从 Fink 身上学习面对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我自己蛮喜欢 Fink 这个角色的，虽然一开始他差一点就要把 Brightbill 吃掉，但其实那也是他为了生存去做出的挣扎。他其实算是一个内心蛮矛盾的角色，就是一个蛮有反差感的角色。就像他说自己其实是靠说谎为生，但其实他就只是那种嘴巴坏、心地善良的大叔角色而已。在一开始听到 Ross 找到 Brightbill 的原因的时候，因为认为这一件事情对 Brightbill 来说是一个太过残忍的事实，而要 Ross 不要在 Brightbill 面前提起这件事，甚至还协助 Ross 编造一个故事来告诉 Brightbill 他是如何与 Ross 相遇，而 Ross 又是如何成为他的母亲的。之所以会编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希望 Brightbill 可以在充满爱与安全感的环境下长大。后来在睡前 Ross 也问 Fink 说，要怎么样在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感觉的状况下去编造一个故事呢？当时的 Fink 其实有一点听不懂，就要 Ross 说的再清楚一点，再具体一点。Ross 就回答，就像爱这件事情啊，身为机器人的 Ross 没有办法去感受情绪，没有办法拥有感受这件事，因此他对于情感产生了疑问。在那个当下的 Ross， 我相信他就只是想要更加有效率的去达成他所想要达成的任务，但他这个疑问听在 Fink 的耳里就像是被刺刀一样。于是 Fink 就告诉 Ross， 当你在成长的过程里缺少那样事物的时候，你便会从渴望的过程当中厘清了。我看到这里真的是觉得 Fink 他果然就是那种用冷血狡诈的外表当做自己的保护色，但实际上的他心思却是细腻到不行的那种。表面上看起来一副就是我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啊，其他人就是随便啊，没差啊，就是对这个世界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是当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在意的事情的时候，又会是那种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予足够的爱、足够的安全感的类型。因为自己曾经受过伤，所以反而更加懂得需要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因此在 Ross 也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原本睡在自己位置的 Fink 也跑到了 Ross 的旁边，还钻到了 Ross 的手臂底下。就看到这段的时候，就有种莫名也是蛮心酸、蛮难过的。因为狐狸其实在这个森林的世界里面，也算是掠食者的角色，加上他的形象可能又是比较坏啊、比较狡猾的样子，所以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可能其他草食动物一样好好的彼此相处。但其实狐狸本身是很重感情的动物，狐狸家长为了让孩子学会捕猎这件事情，在孩子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就不会再帮他们捕猎，看似让他们自生自灭，但实际上却会先把食物先偷偷藏好，再让小狐狸自己去找。我觉得算是一种表面上看起来严厉，却依然保有爱的表现，真的跟 Fink 蛮像的。而真的到了离巢期的时候，为了训练自己的孩子，狐狸家长更是会直接翻脸不认人，狠下心来强力恐吓，甚至开咬自己的孩子。听起来好像很残忍，但是为了生存必须这么做，因为爱，所以才更不能心软。我觉得这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表现，好像也是可以从 Fink 他对于爱的这个渴望当中去看见。因为被这样严厉的爱养大，被强迫独立，所以知道孤单寂寞是多么的难受，也反而因此明白拥有伙伴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就这样在 Ross 还有 Fink 的照料之下， Brightbill 也健康平安的长大。为了赶上冬季的迁徙， Brightbill 必须在秋季学会游泳与飞行。然而因为没有好的模仿与学习对象， Brightbill 的游泳方式明显就是跟其他的大雁不一样，因为他学习的是人类游泳的方式啊，而这个方式并不适合他，所以看起来就很像在溺水一样。而这样的行为也让他深受同类的取笑。也因为与 Ross 的长期相处， Brightbill 学习了 Ross 机械般的讲话方式，也使得他更加不容易交到朋友。所有动物看到 Brightbill 就像看到鬼一样的尖叫逃跑，对其他动物来说 Ross 就像怪物一样，而 Brightbill 也因此成为怪物养大的孩子。由于他的身形相较其他大雁来说显得娇小，加上他奇怪的身世，也使得 Brightbill 无法好好融入其他同类的群体当中。
我是有看到网络上有人认真的研究 Brightbill 的品种，就是确认它本身的品种应该不是电影当中那一群加拿大黑雁。就整体来说 Brightbill 确实可能还是跟其他大雁是不一样的，不过它们都一样是需要迁徙的候鸟，因此无论如何 Brightbill 就是必须跟着这群大雁离开，在冬季的时候，不然就是会被冻死。就在深受嘲笑的 Brightbill 准备跟着 Ross 离开的时候，由于听到 Brightbill 叫了 Ross 妈妈，那一群大雁就一副哈，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叫他妈啊？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于是 Brightbill 的身世之谜就这样子被说了出来。他们告诉 Brightbill， 你的母亲其实是被那个怪物害死的啊，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你竟然不知道。听见这件事情的 Brightbill 也十分的震惊，甚至是难以置信。最终他也从 Ross 口中证实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但他却不理解为什么 Ross 要骗他，同时也觉得自己被骗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明明自己就跟 Ross 长得完全不一样，但自己却傻傻的把 Ross 当成家人。Ross 对 Brightbill 感到抱歉，但换来的却是 Brightbill 的不谅解。他甚至开始怪罪 Ross， 他觉得都是因为 Ross 才会害他失去了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也让他失去正常的学习游泳与飞行的机会。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四不像的综合体，既不属于大雁的群体，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谁。就这样在一气之下 Brightbill 丢下一句你根本没有任何感受，你才不是我妈妈，便转身离开。虽然从小 Brightbill 就知道自己跟 Ross 不同，但真正的见到同类之后，他也发现自己的声音、行为甚至外貌和同类其实也有所差异。加上自己的身世真相曝光之后，就让 Brightbill 更加陷入身份的自我怀疑当中。他对于自己从何而来，又真正属于哪里，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我觉得这一段的描述真的就很像我们进入青春期阶段那种自我怀疑的出现，面对同侪之间的关系啊，以及我们原生家庭当中的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我们这个原生的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因为相互碰撞而遇到一些矛盾，而我们也会遇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是好的，或是该怎么样选择，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自己，甚至还会产生出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这样的想法。而这个故事当中的 Brightbill 他又是在一个非传统形式下的家庭当中长大，虽然 Ross 他没有办法提供所谓真正的母爱，但却以一种非常无微不至的方式，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满足 Brightbill 的需求，也非常无条件的支持了 Brightbill。 不过也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很多是 Ross 他没有办法带给 Brightbill 的，像是一些比较存在于生物本能当中的学习经验。这也是为什么 Brightbill 在知道真相的时候，我觉得会那么激动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要是 Ross 没有让意外发生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因此变得不一样，也不会因为无法融入群体而感到孤独了呢？在同一时间，由于 Brightbill 的一句话，其实也让 Ross 陷入了自我怀疑。即便他是机器人，在这个阶段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Ross 已经跟最开始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从一开始他只会做出一些单调的回应，到后来可以看到他在面对 Brightbill 的一些言辞的时候，也产生出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而在陷入母亲与外来者这个矛盾心情的 Ross 也来到了那个最初他掉落的海岸，在那边他发现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机器人，然而这些机器人早都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Ross 把这些四散的零件搜集起来，并顺利的开启了其中一只机器人。他也透过那只机器人明白了自己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存在。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 Ross 的说话方式已经和那个机器人有很大的不一样。Ross 向机器人分享作为母亲这个角色所遇到的问题，也向那个机器人表示自己因此而感到受伤，所以希望机器人可以协助他完成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结果没有想到，却发现机器人似乎完全无法理解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渐渐的在交流的过程里， Ross 也意识到，为了照顾 Brightbill， 他为这件事情而修改自己的这个程序，已经使他超越了原来的那个设计。
因此当这个机器人在为 Ross 做诊断的时候，就被认为是错误的，因为 Ross 已经过度修改了自己，所以那个机器人就告诉 Ross， 你不应该有感觉，你需要回到属于你的地方，而他们会将你修好。说完，这个机器人就把自己身上的这个讯号发射器拿给了 Ross。 然而这一件事也让 Ross 更加的矛盾，现在的他既不是正常的机器人，也不是森林当中像其他生物般的存在，甚至连作为母亲的这个自我认同也被否定了。就某种程度来说， Ross 跟 Brightbill 陷入了相同的困境，他们都陷入了自己到底该属于哪里的矛盾当中。原本他们两个相互依靠，是有一种互相的一种认同的存在，但当这个认同因为 Brightbill 的身世之谜被解放出来之后，他们的连结也因此崩塌，也让他们各自陷入了自己到底该属于哪里的矛盾当中。我觉得这一段也反映出，其实很多时候在面对孩子的状况时，父母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有一样的这个状况的，就是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困境，有时候也会因此变得两面不是人。以现在的角度回去反思我自己的过去，我会觉得其实自己当初还是有一点太封闭自己了，就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吧，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讲会比较好。但说真的，不讲别人又怎么会懂呢？就是现在回去想，会觉得自己也是蛮搞笑的总之，这个自我封闭的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形成某一种恶性循环。这个封闭其实也不仅仅是对外的这个不讲的封闭，我觉得对我跟我自己的关系也是，就是你会把不知道怎么面对的事情一直往下隐藏，然后藏到连自己都找不到这样。而这个恶性循环是直到我愿意去了解自己跟认识自己，才慢慢的有打破僵局的开始。由于真的开始对自己有所了解，渐渐的好像也可以开始去理解其他人，就像理解家人，他们也可能拥有相同的困境，不是只有我自己在那边好像自己最可怜一样对，就是会发现到，其实我觉得我家人在那个时候一定也不知道怎么跟我讲话maybe 现在也是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解铃需要系铃人，自己要有一点自觉吧，就当自己有这个自觉，然后你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愿意去沟通，就是拉得下脸去面对自己还有可能外界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事情一定会有所改变，一定会有所转机。那这个 Ross 跟 Brightbill 陷入各自纠结的这一段时间， Fink 也成为了两者的桥梁。即便 Ross 自己在那边自怨自艾的说 Brightbill 应该不需要他们了，他自己应该也要回到自己的地方， Fink 在那个当下还是马上就看穿 Ross 其实心里面还是有挂念着 Brightbill 的，而且加上冬天要到了，他们真的必须要赶快的协助 Brightbill 学会飞行。反正 Brightbill 也没有朋友啊，他真的没有理由对他们两个说不。于是 Fink 就带着 Ross 找到了 Brightbill， 但 Brightbill 现在真的就是叛逆期，非常青春期叛逆期这样子，第一时间一定是马上说不青春期的那个标配就是第一时间说不对，总之最后就是在 Ross 非常理性的说服之下， Brightbill 才答应让他们来协助自己完成飞行的这个任务。我觉得学习飞行这一段好感人欸，这一段真的没有太多的台词，但光是透过画面的呈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各自角色的个性还有他们的心态在面对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 Brightbill 他前面学习游泳的过程算是已经吃尽了苦头，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一个角色。光是从小就因为跟 Ross 一起长大而被冠上怪物的孩子的这个称号，到后来因为不正确的游泳方式让他在游泳过程里面真的是吃尽苦头，要能勉强浮在水面上都很困难。然后到后来因为这个怪异的游泳姿势又受到同类的嘲笑，甚至同一时间他还受到了自己身世真相的冲击。所以其实这样看下来，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是充满打击的，就光这样想就是觉得天哪，这个心理素质要多强大啊。
也或许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 Ross 的鼓励跟陪伴，还有 Fink 也是有一起在旁边看着他们，所以对于 Brightbill 来说，他的这一份受挫力或许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而其实 Ross 他也是非常拼命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且真的是非常坚强的那一种母亲。他真的是很尽全力的在引导着 Brightbill， 不论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带着 Brightbill 助跑，或者是在 Brightbill 他从空中摔落的时候， Ross 完全不顾自己可能会因为撞到地面而毁损，直接就是扑下去，就只是为了可以及时的接住 Brightbill， 让 Brightbill 可以不要因为受伤而继续的学习飞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实在是还是有一点太难受了，就是毕竟一直飞不起来，或者是飞飞就被风吹走，所以 Brightbill 还是陷入了一个自暴自弃的模式当中。而看到这样的 Brightbill， Fink 认为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于是便带着 Ross 去寻找真正能教导 Brightbill 飞行的老师，也就是老鹰 Thunderbolt。 我自己很喜欢 Thunderbolt 他在一见到 Brightbill 所讲的话，他就告诉 Brightbill， 你认为自己的翅膀娇小是一个失败品吧，但实际上小的翅膀可是空中的利刃啊。说完他便要 Brightbill 展示自己的翅膀给他看。看见 Brightbill 的翅膀后，他也非常真诚地告诉 Brightbill， 那是一对美丽的翅膀啊。听到这句话的 Brightbill 还来不及开心， Thunderbolt 就马上展开了课程。他告诉 Brightbill， 飞行这件事并不只是一股脑儿的振翅，也包含着乘着风翱翔。而 Brightbill 娇小的身形虽然不适合直线飞行，但却非常适合穿梭在天际，以及随着空气的流动向下俯冲。只要找到适合的方式，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飞翔之道。Thunderbolt 的指导让 Brightbill 看见了自己的翅膀拥有的独特潜力，也打破了 Brightbill 对于标准的这个偏见。他让 Brightbill 明白，即使自己的翅膀不像其他的大雁那么宽大有力，但却因为足够轻盈而使得它可以在空中灵活的滑翔。Thunderbolt 教会 Brightbill 的不只是飞行，更是在 Brightbill 的心中种下了自我认同的种子。他让 Brightbill 知道，不是只有去适应群体的规则才有飞翔的机会，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也能在这片天空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 Thunderbolt 的协助之下， Brightbill 也开始真正的明白自己的与众不同，不再只是一种阻碍，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但考验并没有因此而结束。Ross 在一次的机缘之下遇到了大雁迁徙的领队之一 Longneck， 并由此得知1周后迁徙大队将离开小岛。这段时间 Brightbill 必须增强耐力，否则很可能撑不过迁徙的强度。毕竟 Brightbill 原本是一个根本没有机会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迁徙的强度对他来说比起其他同类是更加危险。看着因此而担心 Brightbill 的 Ross， Longneck 便告诉 Ross， 其实 Brightbill 还是有机会的，在他那小小的身躯里有着足以弥补他不足的事物，而这正是他的心。其实 Longneck 一直都在默默地观察着 Brightbill， 也明白 Brightbill 的特别之处以及有趣之处。他所受的那些挫折锻炼出了他的强大之心，因此 Longneck 便告诉 Ross， 这一周绝对要提高他的训练强度。Brightbill 必须在天空当中飞行1整天，只要他撑过这1周的训练，就能加入迁徙的队伍。而这一周 Ross 也照着 Longneck 的指示，协助 Brightbill 进行了这个高强度的训练。Brightbill 当然也顺利的撑过去。到了迁徙之日， Brightbill 来到了聚集地，在 Longneck 的安排之下加入了他的小队。 Longneck 也语重心长的告诉 Brightbill， 他之所以能走到这里是来自 Ross 的礼物。那场意外虽然让他失去了家人，却拯救了原本要被自然淘汰的他。生命真的是充满惊喜啊，我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听到 Longneck 这么说， Brightbill 也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成长过程 Ross 所做的一切付出。而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Ross 就跟 Longneck 说，谢谢你这么照顾我的，照顾 Brightbill。 他没有说出孩子这2个字，那个停顿整个是有心碎的声音啊就是因为 Ross 他知道 Brightbill 会在意，所以他
避开了那2个字，我看到的时候都觉得要心碎了，天哪！哎，而最后在所有大雁一个个开始起飞之后， Brad Pitt 也跟 Ross 做了最后的道别。他问 Ross 说：“我回来的时候你还会在吗？” Ross 回答：“不会，我很高兴你找到属于你的归属。” Ross 的这句话，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他绝对是在说谎。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也蛮呼应，就是前面他从 Fink 那边学到这个编故事的能力，就是说谎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他绝对做出了一个要说谎的判断，就是绝对有80%是在欺骗自己，才对 Brad Pitt 这样子说。听到 Ross 这样讲，其实 Brad Pitt 他也看似有话想对 Ross 讲，但是最后在一阵催促之下，那一句话又吞回去了。而吞回去的那一句话，最后变成一句：“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完成最后一次飞行的助跑。”最后，他们就像第一次学习飞行一样，彼此张开双臂。Ross 注视着天空，向前奔跑。在起飞前 ，Brad Pitt 充满不舍地看着 Ross， 但 Ross 没有注意到。而当 Brad Pitt 起飞后， Ross 却忍不住地跑到悬崖边，寻找远方 Brad Pitt 最后的身影。他目送 Brad Pitt 直到再也看不见迁徙的队伍为止。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冬季，白雪逐渐覆盖大地，而 Ross 依然在那个目送 Brad Pitt 离开的悬崖边。他摸着自己的胸口，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一样。这时的 Fink 突然出现在 Ross 的后面，我觉得这一段设计的很好，他们的对话没有一句是实话，也呼应着就像刚刚前面讲，就是 Fink 他提到编造故事以谎言为生的这件事情。他们看似很开心一样，就说着 Brad Pitt 离开之后一切都皆大欢喜啊，都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各自去过各自的生活啊。表面上看起来2个人好像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内心却一点也不嘻嘻也不哈哈，根本都充满了不舍啊。很多时候的谎言其实就像是我们装作自私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有着许多我们无法真实说出来的话语。或许是因为说出真心话太过伤心，也或许是发现了事实可能并不一定是自己所想象，因此选择隐藏自己心中真正想说的话吧。就在2个人都对彼此心照不宣而沉默时， Fink 就拐弯抹角地问 Ross， 不过是谁要你离开这里呢？而这个时候就连 Ross 自己也不清楚，或许是他内在的这个程序，也或许是他设计的人所设定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明这件事。看 Ross 一副好像没有打算要留下的样子， Fink 就给了自己台阶下，说自己准备要去冬眠了。而这时 Ross 就叫住了他。 Fink 以为自己要被 Ross 挽留下来，但 Ross 问出来的问题却是：你怎么知道自己爱着某些东西或是某些人呢？ Fink 回答：如果你心中有爱，就应该要表达出来啊。Ross 则说：如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呢？听见 Ross 这么说， Fink 只是告诉 Ross， 其实我也不知道，便消失在 Ross 的眼前。这一段简直是什么口是心非大考验。我觉得故事也在这一段带出了一件事情，就是究竟身为机器人的 Ross 是否产生出了爱这件事。如果他产生出了爱，那这样的爱是真实的吗？我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让大家也一起思考看看，后面再搭配故事的情节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回到这段当中的 Fink， 就像前面提到的， Fink 其实一直都渴望着爱，渴望着陪伴。当听见 Ross 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多少都还是产生出了那种，其实会不会 Ross 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心上，就对 Ross 来说 Brad Pitt 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后 Fink 会不告而别的默默离开吧。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可能的去认为说自己对 Ross 来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比起直接问 Ross 到底是不是朋友，他还是习惯说谎，隐藏真实的情绪。而这样的 Fink 根本是很多人长大之后的缩影吧。当面对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反而变得小心翼翼，因为害怕再次受伤，所以决定退出这个过程，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但又会忍不住的去在意，最后还可能成为某一种留在心中的遗憾。在正式进入冬天后，小岛下起了暴风雪，
完成任务的 Rose 原本打算直接返回原厂，于是打开了他身上的卫星定位发射器，但最终他还是想要确认 Bright Bill 是否安全。就算到时候 Bright Bill 不想见到他依然想要等 Bright Bill 回到小岛再离开这个地方。于是 Rose 关掉了发射器，回到了自己为 Bright Bill 盖的小屋当中，进入休眠状态。当他再次醒来，却意外发现 Fink 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而 Fink 则因为 Rose 突然醒来吓了一跳。虽然 Fink 用了有一点嘲讽的语气问 Rose 说怎么竟然打破规则留下来了啊？但其实他自己不也是打破冬眠的规则来到这间小屋吗？或许是因为明白有爱就要好好表达，所以 Rose 就告诉 Fink 说很开心见到身为朋友的他，也问起为何 Fink 没有在冬眠。 Fink 便说今年的暴风雪特别的冷，冷到他都觉得自己可能会冻死在巢穴了。听到 Fink 这样讲， Rose 马上想到那别的动物就不会被冻死吗？这时 Fink 才支支吾吾的说会啊。于是他们就这样子展开了在暴风雪当中拯救其他动物的任务，而 Fink 明显的不想做这件事，所以 Rose 就问 Fink 说你到底为什么会对于消灭岛上其他生物这么有兴趣啊？ Fink 的回答我觉得有点小意外，但也蛮让人心疼的，就是他说因为没有人喜欢我啊。其实这个理由蛮合理的，因为没有人喜欢我，我干嘛去救这些人嘛？对啊，确实啊，谁都会这样子想。而听到 Fink 这样讲， Rose 温柔的告诉他我也是啊，但现在我们却成为他们唯一活下去的机会，简直就像生命开了一个玩笑，风水终究会轮流转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曾经受我们嘲笑的，有一天会成为拯救我们性命的关键存在。在救出了所有动物之后，小屋也陷入了混乱，毕竟把这整座森林的食物链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要不产生暴动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故事也在这里再次安排 Fink 成为那个串联群体的桥梁。他开门见山就对着大家说，大多数的你们都讨厌我，而我也讨厌大多数的你们，这里的大家都有着相互讨厌的对象，但事实就是我们如果不团结的待在这个地方等待春天的到来，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们之所以能活着来到这边，都是多亏了他，那个被你们称作是怪物的东西。他的名字叫做 Rose， 在你们暗中嘲笑他、玩弄他、偷走他的零件的同时，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只想要单纯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好好养育他的孩子，那个被这座森林所淘汰的孩子。包括我也曾经是从中捣乱的一方，是他将你们从这一场暴风雪中拯救出来。尽管我要他丢下你们不管，他依然想要不顾一切将你们带回来这里。这时虚弱的 Rose 也开口，他说我理解你们都有各自生存的本能，但有时候为了活下去，我们也有需要突破自己原有设定的时候，所以就暂时休战吧，到我们能离开这里为止。Rose 还有 Fink 这两个被其他动物所排斥与不接受的存在，却在最危急的时候一起守护了这一片森林的生机。他们以柔软的方式打破了其他动物心中的不安与偏见。我觉得这也反映了无论多么不同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就真的只是需要多一点点的包容与理解，就算那个情况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认同对方的选择，但是当我们理解到他会这么做一定是出于表面上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原因的时候，我觉得会让我们比较放过自己一点。这里说的这个理解并不是真的去知道说他后面有什么隐情，而是一个我们心里对于这个情况所设下的一个前提。对我来说，我觉得当我心里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即便是在遇到有一些恶意的情况，我也可以比较冷静的去面对。因为大多数时候回头去思考，其实会发现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放过的其实是自己的那些情绪。而有些事情的发生，我觉得确实也是蛮值得在当下为自己出一口气的，但是当类似的事情就是一直发生的时候，对我来说它反而其实是一种提醒，就是在提醒我们可能在之前假如像第一次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转化当时的那个情绪，当时的那个情绪是没有被释放或是转化的，所以我们重复遇到了这个问题。而当我们重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觉察机会，
通常发生第一次、第二次，我们其实看不太到问题在哪里，但是当你有意识到它在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根据可以去判断你现在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出现，跟上一次我在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情绪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你有了可以交叉比对的经验出现之后，你慢慢的去分析，慢慢的去思考，在判断的过程里面，其实也会发现自己慢慢冷静下来。然后当我们去找到这个情绪的根源，好好的去接受它跟理解它之后，其实除了更了解自己这个好处之外，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能就不会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第一个是因为你判断的方式已经改变了，你不会再有之前那个可能那么激烈的情绪出现，而且你也会知道就算遇到类似的情况，你也不会再用相同的方式去处理。总之这算是我自己遇到不爽的事情的时候会用的一个转化方式。那我们回到故事上面，在小岛进入严冬的同时， Brightbill 的迁徙队伍为了躲避暴风雨，来到了像是温室的地方。在那里他看见了跟 Ross 同款的机器人，但 Brightbill 并不知道这些机器人只是跟 Ross 长得一样，本质上来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于是他看到机器人就以为是 Ross 而出来打招呼，没想到却因此引发了混乱。温室当中的这些机器人开始驱赶大雁们，但由于从小跟 Ross 一起长大，所以 Brightbill 其实没有那么慌张，而且也知道像 Ross 这款机器人并不会伤害他们。可是其他人并不知道啊，其他人就是那一群以前看到 Ross 就会害怕、会感到惊慌失措的存在。因此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 Longneck 便将带领队伍离开温室的任务交给了冷静的 Brightbill。Brightbill 也成为他们逃离这里的唯一机会。这一段 Brightbill 的剧情又跟小岛上面的 Ross 相互呼应了。同样被视为异己的存在，最终都因为自己的特别之处而获得了认同。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做这样子的一个呼应，除了让角色更有连结之外，也让这整个故事的主题又更加的聚焦。在 Brightbill 的带领之下，大雁群们也顺利的离开了温室当中。就这样时间来到了春天，大雁再一次迁徙回到了这座小岛上，而 Ross 也从休眠状态中醒了过来。伴随天空当中大雁的叫声， Ross 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大雁聚集的地方，并认真的搜寻 Brightbill 的身影。但当他看见原本排斥 Brightbill 的大雁群都在呼喊 Brightbill 的名字，高声庆祝这一趟飞行的时候， Ross 才意识到 Brightbill 终于找到他的归属， Brightbill 也不再需要自己了。然而听见 Ross 还留在岛上这个消息的 Brightbill 却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 Ross。 这个时候的 Ross 遇到了原厂公司派来的飞船要带走他。就在 Ross 准备要被带走的时候， Fink 出现了。他告诉 Ross Brightbill 其实是有话想要对他说的。听到 Fink 这么说， Ross 不顾一切的跳下飞船，他心虚的告诉船上要带走他的机器人说自己有东西忘记，但却也马上的被识破。于是飞船便派出机器人大军要来带走 Ross。 而这时森林里的动物纷纷站出来要保护 Ross。 曾经他是个被所有动物害怕与排斥的怪物，但现在却成为这片森林的一份子。他的单纯与善良使得他与动物们建立起了关系，也让动物们明白团结一心的重要性。看着动物们为自己挺身而出， Ross 也深受感动。因此当敌对的机器人告诉 Ross 说你是机器人，你并不属于荒野时，那一刻的 Ross 也不再对自己的归属感到迷茫，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家。他不再只是机器人，而是属于这一片荒野的机器人。就这样在所有动物的努力之下，机器人大军成功被消灭。但惊气引爆所引发的大火正在侵蚀这一片森林。 Ross 也在慌乱之际被飞船带走。看见 Ross 被带走的 Brightbill 便带着大雁们前往飞船进行援救。大雁群在飞船外扰乱飞船的行进，而 Brightbill 则独自潜入飞船当中寻找 Ross。 但当他看到 Ross 的时候， Ross 已经被夺取记忆并强行关机。看着眼前双眼暗淡无光、动也不动的 Ross， Brightbill 伤心地依偎在 Ross 的脖子边，就像小时候那样。 Brightbill 也终于说出了那一句当初离开时没有说出口的话：我爱你，妈妈。
这段也呼应在迁徙过程当中 Brightbill 向 Longneck 提到自己离开前没有说过的话时， Longneck 则回他，也许他们早就听到了，要相信心有灵犀的力量啊。而这时 Brightbill 这句话也被 Rose 的心里接受了，即使在没有开机的状态， Rose 还是收到了。在没有任何电力的驱动下， Brightbill 与 Rose 之间的爱驱动了 Rose， 而 Rose 也终于向 Brightbill 说出他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意。回到前面所提到的问题，身为机器人的 Rose 所展现出来的爱是真实的吗？先就他是否产生出爱这件事情来看，我认为他是理解所谓感受这件事情的。透过他内建的程序，他也学习去理解了情感这件事。就像当他看到 Brightbill 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对 Brightbill 情感曲线的认知，他知道生物会有情感，会有不固定的情绪波动。而 Rose 也慢慢从这个只是理解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后来慢慢的做出对于感受的回应以及表达，就像最后他向 Brightbill 表达了爱一样。或许所谓真正的爱，对一个无法感受的存在来说，是一种永远无法触及的事物，但由于他们透过学习与观察，理解了爱的本质，爱是行动也是付出，而 Rose 做到了这件事情。从照顾 Brightbill 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他展现出了爱的本质。因此回到身为具有感受能力的我们身上，如果当一个人失去给予爱的能力，即便被人深爱着，也无法真的去体会爱的真意啊。所以我想 Rose 的爱可以说是真实的，他的爱很单纯，也很直接，也可以说是超越了人性。他用他的选择还有行动去证明了，即使作为不具天然情感，也没有体会过爱的存在，还是能借由学习理解情感，拥有共情的能力，并透过这一份力量与他人产生连结，守护他所爱的一切。既然身为机器人的 Rose 都能突破自己原本的设定程式，而成为这样一个美好的存在了，那身为人的我们又何尝无法如此呢？身为人最珍贵的事物就是拥有情感这件事情，但如果情感没有被理解或支持，就会在需要表达的时候失去原本的意思，让真实的情感难以完整的传递，甚至在过程当中因此产生误会或是遗憾。而要他人理解我们之前，我们其实就要先成为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那一个人啊。当我们可以成为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桥梁时，才能搭起自己与别人之间的桥梁啊。在成功击退飞船上的机器人后， Rose 还有 Brightbill 必须从高空中跳下飞船，但此时的 Brightbill 因为先前闯入飞船而弄伤了翅膀，因此没有办法飞翔。这时的 Rose 紧紧抱住 Brightbill， 并告诉他，你不需要飞。这句话就很像是在告诉 Brightbill， 谢谢你来救我，而这次换我保护你了。 Rose 跳下飞船，温柔地告诉 Brightbill 不要害怕。我自己觉得这幕真的超感人的，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起了 Brightbill 小时候的样子，以前的各种样子，而在这个当下，他依然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Rose 拔掉了自己身体里面的核心处理器。 Brightbill 看到整个吓死，他就问 Rose 说，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吗？ Rose 则是很满足的回答，我已经拥有所有我需要的一切了啊。然后他就把 Brightbill 放进了核心处理器原本在的那个位置。 Brightbill 就是 Rose 的一切啊，是因为 Brightbill 的出现打开了 Rose 的心房。要是 Rose 没有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学习，他又怎么会因此去修改自己的程序，让自己不再是一个被设定的产物，而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心。最终森林大火也在所有动物的努力之下成功扑灭。但由于这一次 Rose 的回收计划失败，他想着原厂肯定会再派飞船过来，因此为了保护小岛上的动物们， Rose 决定接受回收计划，离开这个地方。在先前被强制夺取记忆的过程里， Rose 也发现真正的自己并不会因为外界的破坏而受到影响，因此即便被重新启动，他也不会忘记这座小岛上带给他的一切。但动物们这么努力的战斗，不就是为了要留 Rose 下来吗？相信看到这边的人一定也是这样想。而 Rose 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确实做得很好，
这场战斗其实并没有真的白费，但比起将我留下这件事情，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是将这个小岛变成了一个难以取代的大家庭。而为了让这个地方，让这个家庭不再受到伤害，我选择离开。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是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来去谈分离这一件事情，比起死亡那一种很决断的诀别，我觉得有意识的那种分离其实是另外一种痛苦。就像 Rose 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可能会威胁到小岛上面动物的安全，所以即便有不舍，即便他真正的内心里面是不想的，他可能还是想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他还是做出了那一个最高意识的选择。这个选择我觉得是光谱另一端的不容易啊，透过活着的这个过程去超越自己内心的某一种执着。简单来说，我觉得蛮像是两个相爱的人，但为了各自更好的发展，他们做出了分开的选择。而这种分开是一个，就你知道对方活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但你却再也碰触不到他，只能思念他这个存在。这样讲起来，我觉得也蛮像那个再见机器人里面想要传达的某一种有距离的思念，我觉得蛮类似的。而在听到 Ross 的选择之后， Fink 其实也马上跳出来说，要是 Ross 不在了，自己该怎么办？ Ross 是自己唯一的朋友，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感到迷失，或是 Brightbill 又受伤了，或是他自己有心事找不到人讲，该怎么办？这时候森林里面的大熊、负鼠还有海狸都纷纷跳出来告诉 Fink， 即使 Ross 不在了，还有我们啊。我觉得这一段也带出了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面对你认为的重要事物的离别，确实是很不容易，但也不要忘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失去的并不是整个世界啊。在这个感受的过程里面，确实是痛苦的，确实是会有悲伤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是孤单的，真的不是，只是我们那些难过的情绪挡住了我们去看见那些尽力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还有那些存在。很喜欢 Ross 在最后所说的那一句话，他说，接下来这段就是我的迁徙，等到时机到了，我发誓我会找到回家的路的。我觉得这句话同时是一种心灵上也是一种物理上的回家之路。我自己会觉得可能他说的比较偏向心灵上的那种吧，就是即使不在同一个地方，但也能坚定的明白自己属于哪里。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哪里，你就回家了。毕竟物理上要从原厂回到这个小岛实在是有点难欸，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的话，他要第二集拍他回到小岛，我也是蛮期待他会怎么拍的啦。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对 Ross 来说，他也是带着在这片土地上所学习到的一切，还有所有动物所带给他的爱与记忆，让他即使回到了原厂，所有设定都被改变了，然后也被重新启动了，他还是可以透过这些过去带给他的一切，再次的找回自己。就这样 Ross 离开了小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他的存在成为了故事，继续活在所有动物们的心中，并且他们也透过故事将 Ross 的事迹传给了他们的孩子。而 Ross 盖的这个小屋也成为动物们每年过冬的圣地。那回到原厂的 Ross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Ross 变成了一个农业机器人，透过他说话的方式看似恢复原厂的设定，但在故事的最后，他遇到迁徙路过温室的 Brightbill， 看见 Brightbill 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Ross 马上又恢复成那个特别的机器人。他用温柔的声音告诉 Brightbill， 你可以叫我 Ross， 就像回到他们第一次见面一样，也像是在诉说着这个故事才正要开始而已。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这部电影带给人的感动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可能它里面所谈的一些情感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原始也很真切的，用一个很简单明快的故事叙述方式，带着我们去看见其实我们的选择正创造着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若是一开始格格不入的行为与机械式的说话方式，其实也对应着动物们的恐惧，以及这个世界冷漠排斥异己的一面。直到 Brightbill 的出现之后， Ross 就像有了方向一样，
开始去学习适应与面对这个世界。而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选择一件事情当作目标，并试着从中去理解自己真正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 Ross 的努力也被许多人看在眼里，不论是大雁 Longneck 或是前面没有提到的海狸 Paddler， 都默默的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 Ross。 而且故事当中对于不一样的这一件事情，也透过 Ross 的单纯善良，带给身边那些同样被认为是怪啊或是讨厌的存在一股支持的力量。不论是 Bright Bill 或是 Fink，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都有了很大的成长与改变。看完之后我觉得也获得蛮多力量了我自己，总之就推荐给大家啦。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不得不说，今年电影片名里面有机器人的这3个字的动画电影都很厉害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看荒野机器人会这么感动，就像当初我在看再见机器人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最后会那么感动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看过再见机器人，真的是快去看。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后劲意外的强，但可能比较适合大人看，小朋友可能 get 不到那个哭点，就推荐给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啦。我觉得喜欢这部应该也会喜欢再见机器人。那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啦。有什么想法也欢迎留言在底下告诉我。如果想要给我一点小小的支持，也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一杯咖啡，让我的创作展翅高飞。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看更多的图文创作以及节目的第一手消息啦。我是伊玛，蓝色赫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